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于2019年播出的爱情日剧《完美犯罪》。在公司人人羡慕的香织，其实背后与公司上司的关系非同一般。虽然香织知道自己只能见不得光，但是还是愿意与男人秘密交往。温存后，男人临走时告诉香织，明天公司会来一个帅气海归，并且还叮嘱香织不要与他有过多接触，以他会吃醋为由 PUA 香织，让他不接触除自己以外的男人。而香织则觉得这是他深爱自己的表现，害羞的点头答应下来。看到香织给出满意的答复后，满意的笑了出来，便低头搂过她亲吻了一下，随后便转身离开了。第二天来到公司的香织早就将新同事的事情忘记，只是专注的做着自己的工作。她不仅长得漂亮，工作能力也没得说，因此才会被上司注意到。久而久之，两人开始了交往。在公司，两人仍然是上下级关系，并且上司还是个已婚男人，两人只能偷偷眉目传情。这天，香织被安排外出去拜访一个新客户，简单收拾好后，跟同事交代几声就准备出门。先是来到洗手间补下装扮，照着镜子看着自己还留有冬木味道的嘴唇，心里也有些苦楚，毕竟这段感情始终不会有结果。但是香织很会给自己洗脑，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出门工作。刚走出门，却跟迎面走来的男人撞了个满怀，手里的文件散落一地。随着男人道歉声，香织抬起头一看，也瞬间被男人漫画般的颜值吸引。但是忽然想起冬木的话，也瞬间拉回了现实。简单道过歉之后，头也不回的走开。但是没想到此时，男人却在后面喊出了他的名字。香织对眼前陌生的男人表示疑惑，经过介绍得知，原来男人之前听过香织的课程，香织算是他的前辈，还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得知男人叫冬云，就是公司新来的海归同事。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完成了，互相质疑之后各自去忙碌。香织这次要见的客户是个知名的主编。香织本想具体介绍公司的业务，但是青木看了香织一眼，夸赞了她的穿着。还没等香织反应过来，青木随即表示就按照香织的穿着设计一样，简单大方就可以，还要求用最好的设计师帮自己设计，费用不是问题。说完起身就走了。短短2分钟谈好的业务让香织还有些不适应，回到办公室也跟同事吐槽，这样的客户最不好服务，没有具体要求就意味着要改。无数次听到对方要求最好的设计师，同事立刻想到了新来的海归冬眠，这也让香织瞬间回想起两人见面时候的场景。之后不自主地看向了冬云的工位，冬云并没有在。香织盯着他的位置足足5秒钟，而就是这5秒，让一旁的冬木看到了眼里，立刻邀请让他跟自己去资料室。香织顿时秒懂对方的意图，果断跟上。果然，冬木还是拿出了必杀技，瞬间让香织上了头，不自主地迎合了起来。但是毕竟是在人多眼杂的公司，还是坚持守住了底线。冬木此时也开口说话，提醒香织知道自己是属于谁的，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想的更不要想。香织此时已经5迷3道了，对方说什么自然就是什么。最后冬木又在香织的脖子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然后潇洒的走开了。而香织被一番撩拨之后，身体已经有些疲软，慢慢的瘫倒在地上，深呼吸调整着自己狂热的情绪，回想着刚刚冬木对自己的动作，恋爱脑难以控制的感到满足。而此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原来刚到公司的冬云打算多方面的了解公司，来到了资料室，无意间撞见了两人的好事。面对有些慌乱的香织，冬云表示自己不是故意偷看的，并承诺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但是紧接着表示，像香织这样优秀的设计师，居然会跟自己的部长搞在一起，自己很意外。何况据他所知，冬木部长是有家庭的。香织当然知道这些，随即表示让冬云忘记今天看到的一切。但是没想到冬云居然想都没想直接拒绝，还提醒香织以后不要在资料室做这些不能让别人看到的事情，毕竟这里随时可能出现他同事香织也不想继续面对现在的尴尬，故作淡定的准备离开。而此时冬云却表示自己已经接到了公司的委托，下一个客户的设计方案由他们2个一起完成，要和知道自己丑事的人一起共事。香织难免有些迟疑，而此时冬云再次给他提示，指了指脖子的位置，让他最好去遮掩一下。原来是刚刚冬木给自己的惩罚。面对冬云走开的背影，香织瞬间感觉一阵脸红。第二天，香织刚来到办公室就遭到了女同事的白眼。通过另一个同事得知，原来是公司很女员工得知了她是冬云的合作伙伴之后，对她产生了敌意，这倒让香织一阵意外，随即表示只是合作而已，不要多想。而接下来就是要跟冬云讨论关于设计方案的时候了。香织告诉自己忘记昨天的事情，走向了冬云，但是没想到冬云居然非常的冷漠。得知香织找自己是因为商量设计之后，还是一言不发，而是起身离开。
让香织不免觉得对方还在因为昨天的事情对自己冷眼相待，但是为了工作也只能跟上。却没想到东云已经独立完成了设计方案，因为东云跟客户青木在国外的时候就有过合作，所以知道他的需求，已经做好了设计方案。而这一举动也让香织非常恼火，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上前就要跟东云理论他为什么不征求自己的意见。但是当看到东云拿给他的设计方案之后，却惊呆了。这份设计图纸完全就是自己最完美的构想，可以说是无懈可击，每一处的布局都是最优的选择。此时也开始理解东云为什么会这么傲慢，因为实力实在是足够强大。最后虽然很不情愿，但是香织还是只能同意了这个方案。很快两人一起约见了客户青木，青木一见到东云就送上了大大的拥抱，可见两人果然是之前就有交情。而见到东云灿烂的笑容，也让香织很意外，没想到这么狂妄自大的男人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几人很快敲定了设计方案的事情，来到酒吧庆祝。青木很关切地询问东云的感情状况，得知东云已经分手之后，又开始撮合东云和香织，让香织感到一阵意外。毕竟东云知道自己的丑事，只能大口的喝酒避免尴尬。聚会结束之后，两人带着微醺的状态一起走出酒吧。东云还是提起了他跟东木部长的事情，表示以香织的能力和见识，不应该被东木裹挟，为了一个不可能给自己未来的人，荒废了自己的前途。这些不仅仅关乎事业，更关乎着他未来的幸福。还质问香织，就甘愿一直被东木这样自私的占有吗？每句话都在戳中了香织的内心，不由得回想起自己被东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现状，自己何尝不想有个明朗的未来？但是现在自己又会有谁会喜欢呢？东云似乎也看透了香织的内心，东云对香织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句句都在揭开香织的伤疤，让她越发感觉自己确实不应该把大好时光浪费在东木身上。面对东云的劝解，更是泣不成声。东云拿出手帕让她擦干脸上的眼泪。香织此时感觉东云的安慰是那么的令人心动，但是随后东云的话让她再次感到惊讶。香织面对走开的东云也不甘示弱，大声地喊着自己也很讨厌他，但是心里其实已经被他说动了，必须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感情。为了欢迎东云的到来，公司举办了欢迎仪式。帅气又充满才华的东云也受到了女同事的献媚，让香织感觉还有点微微的醋意。这样祥和的气氛让东木也开始蠢蠢欲动，提出让香织结束之后跟自己去老地方会合。但是香织听到这个熟悉的要求，这次却犹豫了，忍不住回头看了看正在看着自己的东云，最终提出了拒绝，还借口表示今天是因为自己太过劳累，身体不适。但是随后香织又有些后悔，身体很想得到东木的疼爱，但是心里却在抗拒，一时间陷入了挣扎。就在纠结的时候，东云走了过来，并直接把香织壁咚在墙边，再次强调让她离开东木，不要再因为错误的感情迷失自我。面对东云的举动，香织下意识地开始抗拒，还表示这些都是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插手。但是东云再次站到道德的最高，提醒香织东木部长不会给他未来，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幸福生活，必须和他做个了断。香织还想继续和他争辩，却被东云再次壁咚上来，两人保持这个姿势开始争论起来。香织强调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不需要一个讨厌自己的人来管，而东云继续强调不想看到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沉沦下去。伴随着两人争吵，东云对香织的动作也越来越用力，面对表面冥顽不灵的香织，更是直接吻了上去。这个举动让香织始料未及，赶紧把他推开，但是刚刚一瞬间的感觉却让香织感到了满足。两人四目相对的感觉非常微妙，所以当东云再次把嘴凑上来的时候，也失去了抗拒的力气，竟然下意识的有些迎合。随后东云更是表示等到聚会结束之后自己会去香织家里。没等香织发出疑问，东云就转身走开了。再次回到屋内，香织的感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面对同事的关心也有些慌乱的解释，而同事却表示香织的口红比刚刚淡了很多，像是被强吻了一样。这个说法也让香织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脑子里都是刚刚东云对自己的动作。此时东木也走了进来，似乎看出了香织的异常，并且再次落座，也没有回到香织的位置。香织看到东木回来，也无法面对现在尴尬的局面，跟同事告别之后也起身离开。回到家，香织脑子里回想着东云今天跟自己说的话，也重新想起了自己的初衷。从小就喜欢设计，家人也很支持，并把设计当成了自己一生的梦想。但是在东木一次次的攻势之下，慢慢迷失了自我，甚至为了放弃了很多跟优秀男同事一起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自己已经不是当时充满梦想的自己了。正想着，门铃忽然响了起来，透过猫眼一看，居然真是东云找上了门。本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真的来了。
香芝忐忑地打开房门，东云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把香芝压在了墙上，然后吻了上去，让她跟东木分手。香芝也被东云的劝解说动，第一次拒绝。心里也做好要决定第二天两人再次相遇，眼神里多了一些故事，而这些也被一旁的东木看得清楚，一脸仇视的看了看东云，随后起身跟香芝表示自己有话跟他说，让他跟自己去资料室。这里正是两人多次在公司秘密幽会的地方，还是熟悉的动作，却让香芝没有了以往的热情，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表示自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欢东木，但是短暂的相聚总是让他感到悲伤，也许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东木也瞬间明白了香芝的意思，同意了分手的要求，然后还是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香芝靠在文件架上，有些失落，她多么希望东木能够为自己回一次头。希腊说明自己曾经被重视过。出来的时候，东云在一旁等候，看到香芝的表情，也猜到了答案，随即恭喜香芝终于做出了决定，但是随后又表示自己只会在公司待半年的时间，半年后还会回到国外工作。甚至表示希望他在这半年内找到真爱。香芝此时也彻底抑郁了。既然这样，昨晚的事情到底算是什么？本以为等到的真爱，难道又是昙花一现？而接下来东木的举动更让他难以理解，居然把新的项目让香芝和另外一个男同事一起完成。东木从来都不允许自己跟其他男同事共事的，这次反常举动又说明了什么呢？难道东木已经看出了自己对东云动了感情？相比较东木的提上裤子不认人，东云要温柔很多。也更在乎他的感受，所以第二天来到公司就跟东木提出了分手。而东木似乎也看出了香芝这2天的不对劲，没有过多挽留，再次头也不回的走开了。香芝从此也全心全意的喜欢东云，每天都是不自觉的关注他的举动，看到他跟其他女同事说话也充满了醋意。但是东云对他并没有想象的热情，耐不住想念的香芝主动给东云发去信息，约他明天下班见面。东云虽然秒回，但是语言却简单到像例行公事。第二天一早，香芝给自己精心挑选了漂亮的衣服，画上美美的装扮，就连香水也把曾经跟东木在一起时候用的换掉了。来到公司，同事看到她的装扮，也忍不住夸赞她的漂亮，让香芝心里更增添了几分自信。来到工位，下意识地看了看东木，没有任何的异样，似乎对于跟自己分手，他并没有特别在意。坐到工位上也无心工作，就想着拿出手机跟东云聊聊天，但是想想又没什么可说的。此时同事找到香芝，要跟他讨论工作的事情。香芝是公司资深的设计师，给出的建议也很快受到了同事的认可。为了表达感谢，提出邀请香芝喝咖啡，但是没等香芝答应，一旁的东木就拍案而起。陆赤两人在办公室说话声音太大，有事情出去说。这一举动瞬间把两人吓得不敢再出声。下班之后，另一个同事跟香芝讨论起了东木发火的原因，还不小心把东木妻子出轨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到这话，香芝也被震惊到了。
自己跟东木在一起1年的时间，竟然对他的事情毫不知情。而这件事也让他不禁想，东木跟自己在一起的原因，会不会就是为了报复他的妻子？但是现在这些也已经不重要了。略带失落的准备下楼去坐地铁，但是一抬头却看到了更为惊讶的一幕，居然是多云在跟一个女人做着亲密的举动，看样子肯定是有很亲密的关系。香织不敢继续看下去，转身跑出了车站，脑子里快速回想东云曾经跟自己说过的话，眼泪忍不住的在眼睛里打转。本以为摆脱了不应该有的感情，可以迎来对的人，但是现在看来又是输得一败涂地，到头来自己没有被任何人真正爱过。正想着，后面一只手抓住了他，竟然是东云追了上来，大口喘着粗气质问香织为什么约了自己又一个人跑开。这个举动也把香织彻底搞得不会了，刚刚还在跟其他女人亲近，现在又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是面对东云看起来真挚的眼神，香织最终还是没有问出那个女人是谁，就这样任由他拉着自己的手走开。东云这次把香织带回了家里，面对东云漫画般的颜值和让人陶醉的温柔，香织彻底放下了刚刚看到的一切，彻底的爱上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这一夜注定会很愉快。香织第2天醒来的时候，东云已经在准备咖啡了。这还是香织第一次感受到早上起床有人等候的感觉，这种感觉美妙的有些不够真实。东云细心的把咖啡递到香织手上，还帮她捡起地上散落的衣服，让香织再次感觉到了比咖啡还要温暖。随后东云更是带着香织一起逛街，两人都是家居设计师，对于装潢和家具都有浓厚的兴趣，聊起来也没有丝毫的障碍。香织也跟东云讲述了自己跟奶奶的故事，就是因为奶奶的原因，自己才选择了这个行业，并当作一生的梦想去追逐。东云对于香织的话也很在意，并表示奶奶虽然不在了，自己会陪她完成梦想。这些话也让香织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走在路上，想上前牵起东云的手，但是却看到他异样的眼神。随着目光看去，下面竟然是在地铁站跟东云拥抱的女人，而女人的旁边赫然是刚刚跟香织分手的东木。当女孩发现自己刚结交的男友竟然是自己前任情人妻子的情人之后，会是什么体验？虽然很拗口，但是这件事就发生在了香织身上。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设计师香织，因为新同事东云的温柔，跟在一起1年的已婚部长东木分手。本以为终于找到了真爱，却无意中看到他跟另一个女人拥抱在一起。但是没等他质问清楚，就再次沦陷在了东云6人的气味下，居然一时忘记了他跟其他女人的亲密举动。直到这天看到了跟东云拥抱的女人居然跟东木在一起，这下他彻底明白了。而东云比他的反应更大，拉着他转身就跑。香织的鞋也因为跟不上腿的速度坏掉了，就是这下摔倒的疼痛让香织忽然觉醒，不能再继续装作若无其事了，跟东云坦白了自己看到的一切。东云并不知道香织那天看到了自己跟东木妻子的举动，听到香织的哭诉也一阵吃惊，但是最终也承认了自己的行为。原来东云跟东木的妻子小美很早之前就在一起，虽然当时小美也跟东云坦白过她心里一直有东木，东云还是义无反顾的跟她在一起了，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阻挡小美回到东木身边的事实，两人回国结婚了。在此之后，东云虽然极力控制，但是奈何实在控制不住内心，一次次的找到小美，也从小美口中得知她因为丈夫的不忠感到难过，所以来到东木的公司工作，帮小美找到让她伤心的人。之后就在资料室发现了香织和东木的苟且之事，为了小美不那么痛苦，选择用行动让香织跟东木分手，并且也成功做到了。但是没想到的是，香织居然彻底的爱上了东云，为此她也有些愧疚，于是解释自己除了想帮助小美之外，也不想香织最后受伤。但是这样的欺骗不可能得到香织的原谅，表示从此以后两人再无瓜葛，转身离开。此刻在这个男人面前，什么形象已经不重要了，扔掉已经坏了的鞋子，飞奔出去，任泪水在风中飘洒。但是小日子似乎对这种事习以为常。第二天，香织还像往常一样面带微笑的工作，只是当东云进来的时候，还是不自觉地看过去，而这些也被一旁的东木看在眼里。另一边，喜欢东云的女同事似乎看出了香织跟东云关系僵持，还忍不住笑了出来。随后，同事小野要求香织跟自己一起讨论工作的事情，但是落座之后就聊起了香织跟东云的事情。原来小野早就知道了东云接近香织的目的，甚至还提醒过香织不要跟东云走得太近。只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香织根本没在意。小野跟东云在国外就是同事间好友，知道东云对小美的爱有多深沉，所以当东云接近香织的时候，也猜到了他的意图，还表示其实这件事他也有责任，因为就是小野曾经跟东云说过自己喜欢的女孩被东木抢走了。东云这才知道东木的情人在公司里，
而这样的话也让香织知道了小野也喜欢自己。这个办公室真是乱了套了，可能这就是小日子的风格吧。此时香织无暇考虑小野是不是喜欢自己，而是弄清楚事情的原因之后，更增添了几分忧伤，跟小野告别，起身离开。而原本跟东云一起合作的同事，也从香织换成了他的朋友。朋友还跟东云聊起了香织今天的状态非常不好，这话也让东云陷入了更深的自责。一面是帮自己深爱的女人摆脱了家庭困扰，一面又伤害了一个单纯的女孩。一对精力旺盛的小情侣正准备展开一场忘情的战斗，但是此时女人却表示自己将要结婚了。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又帅又痴情的东云，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决定用行动征服小美。但是尽管东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小美还是最终选择嫁给了东木。那段时间，东云就像着了魔一样，满脑子都是小美的画面，在纸上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小美的画像。本以为也许再也见不到深爱的女人了，但是这天东云忽然接到了小美的电话，因为参加朋友的婚礼，小美又来到了国外。东云听到这个消息，瞬间被点燃，立刻提出见面的请求。小美也没有拒绝，还是熟悉的地方，还是熟悉的人，这次却遭到了拒绝。但是东云此时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生生把小美的头扭过来吻了上去。面对东云的热情，小美虽然心里有些迟疑，但是动作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迎合。这一晚，东云再次战斗到精疲力尽。不知道过了多久，小美已经睡得很熟了。她的丈夫东木打来了电话，东云看到来电显示上两人的婚纱照，瞬间被拉回了现实。她知道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这个女人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随后深情地跟熟睡中的小美道别，告诉自己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之后的一段时间，两人也没有再联系，都很默契地选择慢慢淡忘。但是这天，东云跟在国内上班的同事一起聚会，聊到了小美的丈夫东木。得知东木在公司里有一个年轻漂亮的情人，两人已经秘密约会很久了。东云得知之后无法坐视不理，很快回到国内约见了小美，把她丈夫的事情告诉了她，幻想着小美得知东木的事情之后可以离开他，回到自己身边。但是没想到小美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还表示自己无条件的信任丈夫，并且东木每天都会准时回家，肯定是东云搞错了。为此两人还发生争执，最后也没能改变小美的想法，两人不欢而散。东云此时也心如死灰，狼狈地拉着行李准备回到国外。但是此时小美却再次打来了电话，电话中小美哭得很伤心，她知道了丈夫东木做了背叛她的事情，很难过，并且有轻生的念头。多云听到之后立刻询问了小美的位置，初冬的海水已经很凉了，多云也顾不上这么疯狂地跑过去拦住小美，大声地呵斥让她冷静，更是挥洒着无尽的爱意。但是小美心里显然并没有她的位置，满嘴都是丈夫的事情。东云听到小美不为所动，便询问自己在她眼里到底算什么，但是等来的答案却只是把自己当朋友。这样的回答让东云开始后悔问出这样的问题。没等他再继续说什么，小美的电话响了。小美扔下有些手足无措的东云，立刻去接电话。接起丈夫的电话，小美很快恢复了平静，并随口答应现在马上回家做饭。那么看来这场戏只是为了让东营看，受伤的也只是东营而已。回来之后，东营烧掉了两人的合影，为自己那些可笑的行为画上一个句号。但是事情往往都是在即将恢复平静的时候再起波澜。在一次设计师大赛的时候，东营看到了第一名获得者竟然是东木在公司的情人香织，把他再次拉回到了小美的世界。所以他决定回国到公司工作学习，帮助小美把香织踢出这场爱情的游戏。接下来的剧情就是我们前几集说到的，东云成功拿下了香织，并让她跟东木分手。但是香织也在一次偶遇中得知了东云接近自己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小美，但是此时他已经深深爱上了东云。当从东云口中亲耳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也难以接受，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而此时东云的心也有些动摇了，面对香织的痛苦，他的心里竟然也在隐隐作痛。得知一切的香织爱情的梦想碎了一地，整天也变得浑浑噩噩。这天来到资料室准备最新的设计文件，偏偏又遇到了避之不及的东云。两人尴尬地攀谈了几句香织，从同事口中得知东云跟另一个同事林子关系暧昧，还大方地送上了祝福。听到这话的东云立刻变得不淡定了，来了一个力道十足的壁咚。本以为东云对自己还有想法，但是随后东云却表示让香织不要总关心别人的感情，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再次心冷的香织瞬间流下了眼泪。下班的时候，另一个同事小野邀请香织一起喝一杯，香织此时也一肚子的苦水，不知道找谁诉说，欣然赴约。等到酒过三巡走出酒吧时，已经有些摇晃，小野赶紧上前搀扶住香织，
而此时东云又恰巧路过，看到香织的样子，既心疼又后悔，因为他发现自己也已经爱上了香织，但是看到眼前的两人，也下意识地认为他们已经走到了一起，并没有多说什么，只能离开。小野曾经跟香织表达过爱意，趁着酒精更是直接从后面抱住了香织，把自己的心里话一股脑地说了出来，让有些懵逼的香织更加懵逼。小野也忽然发现自己有些唐突了，赶紧松开香织并道歉。小野确实不是香织喜欢的类型，虽然是个好人，但是做备胎都不够资格，最后也只能慌忙逃窜。第二天两人一起工作，也把话说开了，做个普通朋友也挺好。两人正聊着，工人送来了客户装修的材料，两人出来一看却傻了眼，进口的桌子跟订单完全不一致，要知道进口的东西是不能退的，出现问题要设计师自行承担。香织立刻给负责的同事签下打沟通，但是此时对方却在舒服地做着 SPA， 根本接不到电话。香织随后又给助手打去电话确认文件，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文件上的编号就是错误的。这时香织回想起当时把文件交给千夏的场景，这件事的问题只有可能是出在了千夏身上。两人火速赶回公司，助手也已经准备好文件，等候多时，拿过来一看，果然是被做了手脚。这一笔加的真是不要太明显。而此时制造这一切的千夏，做完死大正惬意地喝着热茶，脸上一抹笑容闪过。公司这边，作为部长的东木也很快了解了情况，香织第一时间做了检讨，并承担了所有责任。东木也表示这件事自己做不了主，需要上报总部，让香织做好处分的准备。说好的一日付700日元哪里去了？这时候倒是公私分明了。香织刚想出去，却被小野一把拉住，随后表示据他所知，千夏好像喜欢东木部长，他这么做很有可能是为了报复香织，因为香织曾经跟东木在一起，但是转头又投入了东云的怀抱。千夏有可能是为了帮东木报仇才这么做的。这话让懵逼的香织再次懵逼，自己就想好好谈个恋爱，怎么搞出来这么多事情？小野的说法也让香织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甚至忽然觉得自己真的很渣，无形之中竟然伤害了这么多人。脑子里和这件事有关的几个人快速闪过，像是很多双眼睛正盯着自己。香织随即决定必须搞清楚这件事，随后给千夏打去了电话，约他见面。两人很快在咖啡店见面。千夏见到香织脸色不好，心情更是大好。落座之后还给香织推荐这家的珍珠奶茶，味道很正宗。但是香织现在可没有心情考虑奶茶的事情，随即问出了自己的问题。感情上遍体鳞伤的香织，工作上也遇到了难题。作为设计师，居然把客户的进口装修材料弄错了，耽误工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通过回想和文件上修改的字迹，香织很快想到了是同事千夏做的手脚，很快约见了千夏。没想到千夏竟然丝毫没有顾忌的承认了这一切。原本香织以为千夏喜欢东木部长，做这些事是为了报复自己，建议4000，但是没想到千夏竟然是东木的表妹，所以他在意的人就只有可能是东云。最终千夏也没说出真实原因，愤然离场。第二天回到公司，和香织一起参与设计的小野告诉他，材料的问题解决了，国外公司同意加急运输，不会耽误工期，这就证明这场危机已经解决，而这一切都是东云在背后的帮忙。本以为事情已经回归平淡，但是随后香织的下属林子找到了东云，告诉他香织还是很爱东云的，如果东云还想跟香织在一起，就不要再让他受伤。原来东云告诉小野解决材料的事情的时候，被林子听到了。他猜测这件事的背后操控者除了千夏，小野也可能参与其中了。东云听到这些之后恍然大悟，毕竟很多巧合实在是解释不通，而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想。小野这边正在跟千夏通电话，解释东云帮助香织的事情。东云已经悄悄地走到了他的身后。东云自知这些事虽然是小野做的，但是这一切也都源自于自己伤害了小野喜欢的香织，所以先给小野鞠躬道歉，然后才质问是不是小野做的这一切。已经被识破的小野不再隐瞒，承认了自己做的事情。小野喜欢香织很久了，但是香织偏偏跟已经结婚的东木部找到了一起。为了拆散他们，故意把这件事告诉了东云。他知道东云很爱东木的妻子小美，一定不会坐视不理。果然，东云火速回到国内，拿下了香织，并让他跟东木分手。但是没想到的是，香织竟然爱上了东云。小野想得到香织，就必须让香织看到东云的真面目。所以小野把这件事告诉了喜欢东云的同事千夏，因为千夏是东木的表妹，很轻松就能联系到小美，并安排小美跟东云见面。小野再把香织带到两人见面的地方，让香织撞见东云跟小美的亲密举动，随后又自掏腰包买了东云和小美都喜欢的脱口秀门票，一份给了东木部长，让他带着妻子去听；一份给了东云，让东云和香织撞见了东木跟小美在一起。
香织也因此知道了东云跟小美的关系，也果断提出了跟东云分手。但是最终香织也没有接受小野，因为她已经爱上东云不能自拔。说到动情处，小野难以压抑内心的痛苦，抓着东云的衣领，大口喘着粗气。但是东云此时却异常淡定，轻轻推开小野，告诉他要好好对待香织，自己不会再跟香织在一起了，因为无法面对伤害过的女人。随后东云来到办公室，看着一脸单纯的香织，心里也五味杂陈，但是最终还是做好了决定，走过去邀请香织跟自己一起去他们共同设计的房子参观。两人来到房间，看着他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心里充满了满足。东云在前面讲，香织在后面静静的听，满眼压抑不住的爱意。她很清楚自己爱的就是东云，而看到东云称赞自己的表情，她感觉东云也是爱自己的。当女人听到自己深爱的男人祝自己跟另外一个男人幸福，是种什么体验？香织听到之后也忍不住泪流满面。香织有着不俗的颜值和气质，但她在感情中却是个标准的傻白甜。因为上司东木的温柔，不惜承担第三者的骂名，跟他在一起，又在新同事东云的百般撩拨之下不能自拔，最后发现自己只是个棋子，换来的是对方祝福自己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香织独自坐在床上，感受东云曾经留下的气息，心里说不出的疼。东云看着香织遗落在自己家里的项链，也感到五味杂陈。虽然他也爱上了香织，但是却无法面对。而小野这边也真心喜欢香织，为此还跟东云约法三章，一起参加总公司的设计比赛，谁赢了谁就可以继续跟香织在一起。尽管东云此时已经因为无法面对香织选择退让，但是也接受了小野的邀请。香织对感情已经不再有奢望，面对小野的示好也不懂得拒绝，还试图说服自己可以尝试新的感情。东木看出了香织的想法，把她叫到一边说话。东木虽然跟香织不是正常的恋爱关系，但是还算有情有义，希望香织能够直面自己的内心，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处于低谷中的人，面对别人的安慰，总能获得莫名的力量。香织也开始微笑地面对生活和工作，对待同事也恢复了之前俏皮可爱的状态，也不会刻意回避跟小野的相处，还会主动邀请他一起参与工作。面对小野的邀约也不会拒绝，甚至下班还会跟他一起回家。